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修行就是修心。那如果说修心有一个基本方向，便是寂灭一切我念。如果离开这样的基本方向，所有的修心可以说都是世间法。对此，我们首先需要明白我念和世间法是什么。所谓的我念与世间法，可以说涵盖了我们的方方面面。比如说，你想要变得更加富有，这属于我念；想要变得更加健康，也属于我念；感到不快乐、不开心，想要排解掉这种感受，依旧属于我念。不仅如此，想要明白更多的知识和理念，想要捍卫和追求某种道理，这些也属于我念；想要处理一切虚妄、困惑和烦恼，想要体悟究竟的真实，想要内在清净无忧、如如不动，或是坚守着某种古老的智慧与信仰，或是捍卫一些圣人的言论，包括采用的种种修行方法，认同的种种智慧，类似种种呢，皆属于我念。可以说，我念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含。细微到我们想要集中注意力，用眼睛看清远方的某个东西，仅此单纯的一个欲求和动机，就已经属于我念。我念即是想从这里到那里，即是想实现和改变什么，即是任何的动机。简单的说，但凡有一丝半点的造作，但凡有一丝半点主观上的动机，皆属于我念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中说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这样的说法归根到底是在劝导我们离一切我念。而离一切相，首先是离一切想的意思。一切想便是一切的我念。对于我念、我想来说，普通人想着健康富贵，想着喜乐平安，这属于想；修行人想着一片清净，想着心不动，想着究竟真，想着悟道，这依旧属于想，并且这些想没有本质区别，皆是想而已。所以佛陀说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。因为终究来说，只有我在想之中才会有法。所以解脱一切苦，解脱一切束缚和迷惑的智慧，起初永远都是锚定一点的，便是灭除一切我。无论这个我在想什么，想世间，想出世间，想天，想地，想智慧，想修行，想种种法，类似种种都是要灭除的我想。但是应该如何灭除一切我，灭除一切我想呢？想要灭除的那一念，想要改变的那一念，依旧仍属于我想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离此用即此用，意思便是想要摒弃一切我是一念，想要实现一切我还是一念。而这一念是什么？这一念的本质是自性。体悟到自性，便是体悟到了灭我和实现我，其实都是一回事，因为其中都是自性在驱动。就好像汽车加满油，无论是向东还是向西，都是油在燃烧。这种支撑一切自我现象和世界现象的本质存在就是自性。所以佛家说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为什么无差别呢？因为一切现象的本质都是自性。就好像黄金铸造成杀人的刀，或是铸造成祥和的佛，它们本质没有区别。但重要的是，唯有把这个杀人的刀和祥和的佛这个表面空掉，我们才能看见无差别的本自清净无染的自性本质。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空掉表象？表象又是什么呢？最简单直接的便是空掉我们的念头。因为所有的表象，所有的烦恼和迷惑，所有的概念，只存在于我们的念头中。
包括能空之心和所空之念，本质其实皆是一念而已。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做到空此一念，便是空了一切我，便是无我、无人、无法、无天。但是到这一步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也不顾了，而是说没有一切执着了。如此便是无戒而戒，便是最高的戒。无我在戒，也无能戒之事，连无也无，便具足戒。此时就完全没有了我，没有任何我要实现和达到的事，剩下所做的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慈悲和利他。这是因为自己已经本自圆满，所以说慈悲和布施绝对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概念，并不是说我们处在苦恼和困恼中，然后妄想自己对他人有爱，对世界慈悲，然后自己就能得到好报。这只是自私的小我想要和上天做某种交易而已，这并不是真正的慈悲与解脱。真正的慈悲与解脱，是把自己所有的烦恼与苦熄灭了，在本自清净解脱中，再看众生的苦和烦恼，其实和曾经的自己没有区别。众生其实便是自心的种种执念、烦恼与苦，众生与我念无二无别。理解到这一点，内心便升起了同理心，这便是慈悲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个我真的存在吗？烦恼与苦真的存在吗？其实一切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一念妄想之中。然而妄想真的存在吗？究竟来说，便是妄想本空，当体没有实际，就好像一念妄想过去了便没有了，下一念妄想的产生只是另一个妄想而已，之前的妄想早已不存在了。所以对于念头和妄想，从果上讲，妄想本空，不需要刻意灭，这就是空即是想，想即是空。所以我们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这便是从果上说，只要看见念头不再跟随，只要是看见，只要是处在觉知中，念头是什么不去管它，就已经属于无念了。这是从果上说，有妄想和无妄想的状态，皆是自性在其中。所以禅宗说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所谓不除妄想不求真，无所谓修行和不修行，这皆是从果的角度来说。然而从因的角度来说，禅宗又以无念为宗。这个无念起初便是彻底的无念，便是和一切念头一刀两断，而不是从思想概念上去认为妄想本空，念头本空。唯有首先达到彻底的无念和寂静，进一步才能体悟寂静无念的自性。对此，佛陀的修行起初都是这样的。佛陀起初并没有说自己本来就是解脱的，而是在雪山中首先修行了3年的无想定，然后又修行了多年的非想非非想定，最终他寂灭了一切妄想，才开始言说智慧。而佛陀所谓的智慧，其实只是为了破一切妄想，不是为了树立另一个深远的目标。对此，我们辨别善知识的方便办法，并不是看他说了什么，并不是看他多么坚信和捍卫某种智慧，也不是看他的言论多么巧妙，而是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定的功夫，有没有寂灭念头的功夫，有没有寂静独处却又安然自在的功夫。佛陀在传法记中就说道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这首传法记可谓集合因果一体，是方法和过程，也是结果。所谓法是说，我们眼睛能见，耳朵能听，意识能想，无论看见什么，听见什么，想到或认同什么，类似种种皆属于法。而法本法是说，
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，本来就应该那样。就好像我们处于阳光下，本来就会看见光明，震动发生，声音传进耳朵，那一刻耳朵知法就是听见了什么。我们听见他人不好的话语，心情产生不悦。其实意识的运转，人性的运转，习气的运转，本来就是那样。所以法本法究竟是说，由外在引发的内在身心现象，或是内在自顾自发生的现象，本来就应该那样发生，并不存在另一种结果。而法本法无法最后的2个字无法，其实才是解脱的关键。所谓无法，就是说我们由外而内，或者本自发生的一切身心现象，一切命运现象，一切思维感受现象，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。一切快乐与烦恼，一切善或恶，都是不实的。所谓不实，就是留不住，我们根本留不住任何的念头和感受。而一切外在的获得和一切内在的苦乐，其实只是念头和感受而已。就好像我们在熟睡中，并没有任何的自我感和获得感，但是我们从熟睡中醒来，也不会感到自己没有睡着。所以说，连个无意识的熟睡这一法也是得不到、留不住的，也是没有属于自己不变体性的。这便是佛家所谓的寤寐开合，意忘如一，意思便是清醒和睡着是一样的，想起来和忘记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是一样的呢？还是因为皆无实际，皆留不住，如此也便是空的含义。接下来无法法义法师说，我们认为留不住，认为一切法空，这其实还是一种法。我们追求一切法寂灭，追求无法，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，包括我们连追求本身也想无掉，连无也无，其实依旧是产生了一种法，依旧产生了一种束缚。最后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这句话便是完全在表述本自解脱的果了。意思是说，今天我们想要追求某种寂静、某种智慧、某种解脱、某种净土，或是想要放下，想要平平常常、平平淡淡，类似种种。无论想什么，包括那个能去想的心，什么时候真实过呢？悟透了这一点，便是无罪无福、无苦无乐，本来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本性解脱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